$1.99的生椰拿铁能在美国打败星巴克吗？在中国市场击败星巴克之后，瑞幸进一步打入了星巴克的主场美国，在纽约率先开了2家门店。出发去瑞幸了。这2家店呢，一家在纽约大学地铁站门口啊，另一家呢就是我现在身后站的这个地方，距离市中心更近，而且不到100米开外就有一家星巴克。在国内把自己定位为科技公司的瑞幸，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海？在星巴克的老家，消费者还会光顾瑞幸吗？那么大家就跟着我的视角，在纽约点一杯瑞幸的生椰拿铁吧。瑞幸点单呢，全程需要在手机上操作。打开手机 App 之后啊，可以看见生椰拿铁只需要$1.99。你在下单界面里呢，已经是加好优惠券的情况了。我从下单的那一刻开始计时，下单之后大概等待了3到4分钟左右，就收到咖啡了。手机上呢，也收到了取餐短信。拿到了生椰拿铁，还不错，椰子味还蛮浓郁的。在国内啊，瑞幸是自诩是一家科技公司啊，从点单制作到经营社群呢，用的都是互联网的打法。那在美国，瑞幸还能继续讲这个故事吗？还是说它注定会变成这个拥挤市场里的另一家咖啡品牌呢？ I've seen it before in China, and I've tried it before in China. I like my drink. It's refreshing. I think I found them through like TikTok. 第一次我是在附近的时候逛，我看见了这个门头 Luckin Coffee， 我说咦，居然瑞幸来纽约了，也挺惊喜其实。觉得能有中国咱们自己的本土品牌到纽约来卷一卷也挺好的。因为我们去的时间是下午啊，很多人已经没有在喝咖啡了，而是选择了羽衣甘蓝汁之类的果蔬饮品。这也是瑞幸针对美国市场口味增加的创新饮品，比如梦幻草莓、粉红日出等果味特调。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植物奶。当然了，菜单上还是保留了在中国最火的生椰拿铁、丝绒拿铁这些口味。这个精心设计的产品组合啊，叫做咖啡饮料化，和美国其他品牌的策略呢也很类似。就像在星巴克，大部分顾客购买的都是像抹茶、星冰乐之类的更像饮料的产品，而不是像美式拿铁这样的基础咖啡。所以顾客也提到，感觉瑞幸的菜单更像美国的平价连锁品牌 Dunkin' Donut， 有更多的特调饮品，但少了咖啡的品牌基调。I think we were talking about how it kind of seems like it's the Dunkin'. It's supposed to be the Starbucks, but I feel like it's more like the Dunkin'. I feel like it's more like the Dunkin' of China. More like Dunkin' is like a little cheaper, like No, more like the menu items are similar. What does the Starbucks menu look like then? Like what is sort of the difference? I feel like those are more like customized latte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瑞幸要进入美国市场不是秘密。2024年，瑞幸就在财报中确认了这一策略，想在海外打出营收增量。瑞幸呢，目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已经铺开店面，为出海美国这个更大的咖啡消费市场打下了基础。今年5月，瑞幸在其中一个门店地址设立标识，引发各大媒体报道。而且正式开业之前呢，瑞幸还在社交媒体上推出了快闪巴士，在纽约的不同区域设立巴士，提供免费咖啡。就是在这段时间呢，我在小红书还有很多外国的社交媒体上都刷到了很多博主关于瑞幸的测评啊。大家所说的第一个关键词呢，当然都是便宜，只需要花$1到$3，当然是在用了优惠券之后啊，就可以喝到一杯咖啡。这也是很多人在国内对瑞幸的印象。就是它还是明确的做到了可以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价格，然后提供一个产品口味啊质量很不错的这么一个服务，同时让用户能非常容易和轻松的就是获得这个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这个是从它最根本上，它跟所有的其他的竞争对手不一样的一个地方。要回答瑞幸能不能在美国继续保持优势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先来看看瑞幸是怎么打通中国市场的。在中国，瑞幸为什么能做到那么便宜呢？主要就是一个词：规模。瑞幸是国内最早的连锁品牌玩家之一，也是第一个打通咖啡产业链上游垂直整合的品牌。上游呢也包括种植和生豆加工。过去2年里，全球咖啡豆价格大幅上涨，但是瑞幸从21年开始就跳过贸易商向产区直采咖啡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一家的采购量就占到全国进口咖啡豆的40%，最后可以节省5%到10%的成本。同时呢，瑞幸还投资了自己的烘焙工厂，节省了要交给第三方工厂的10%到20%溢价。这一策略也启发了之后星巴克在中国投资自己的工厂。
瑞幸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规模呢？从第一天开始啊，瑞幸就决定坚持无收银台模式，要让用户沉浸在自己的平台上，也就是自己的 App 和小程序。这样呢，它就可以给自己的用户进行差异化的新品推荐，并且精准利用价格提高用户的交易意愿。在外卖大战之前啊，瑞幸有80%的用户都在自己的流量平台上，而不是依赖于第三方平台。那第三点降本增效的方法呢，是瑞幸做到了除了按一下咖啡机之外，运营完全数字化，这包括打通订单交易、任务监控和物料管理的门店系统，还有自动化订单制作，员工只要添加辅料和打包。最后的好处就是呢，在杯量增长60%的情况下，员工只多了33%，人均产出不断提高。最后，想必大家都看到了瑞幸最近和多邻国的联名吧，从和茅台合作的酱香拿铁啊，到和黑悟空联名的美式以及周边产品，可以看出瑞幸是一家特别擅长整合营销的公司，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 IP 联名，而且不仅能在线上推广，也能在线下发放物料。最近这次和多邻国的联名，想必也会让很多学习外语甚至身处国外的用户记住瑞幸。可以看出瑞幸也想把这些优势带到美国来，就比如说在纽约的门店呢，就只允许线上点单而不收现金啊。但光是这一点，在美国就已经被狠狠吐槽了。Reddit 上就有人抱怨，我来到瑞幸点单的时候，他们说不接受现金，只能通过 App 或者网站支付，因为他们不是一家咖啡店，而是一家科技公司。于是呢，这位美国消费者转手就拨打了投诉电话。美国消费者可能真的很难 get 为什么一家咖啡店要说自己是科技公司这个点。I kind of wish that I could order from the counter in person. I think it's a little weird that it's app only. I'm just using the website and I guess I'm kind of old school, but I just kind of either going to a screen or ordering from in person. 这样一来呢，就回到了我们最核心的问题，瑞幸到底能不能在美国继续做一家科技公司，发挥自己的优势呢？我们的采访嘉宾认为啊，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商业环境，但许多优势仍然存在，比如供应链带来的成本优势。另外呢，虽然目前来看，美国的顾客群体还有一部分不能接受全线上点单这件事情啊，但瑞幸完全可以通过过去几年积累的洞察客户的方法，对产品和策略做出本地化的改变。因为产品的创新实际上是对用户的洞察。那今天在这个社交媒体比较普及的情况下，其实对用户的洞察实际上是对流量、对数据的把控。那瑞幸这件事情是在中国做得很好的，就它的一些新的概念啊、产品的概念啊，对本土这个用户的行为的洞察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积累在它的无论社交媒体上还是它的 APP 上，所以这一点也可以帮助它可能在产品开发上是会有新的突破。那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瑞幸的菜单啊，这些饮品的价格呢，不含优惠券的话呢，大概是在4到7美元之间，这个价格和星巴克相比呢是略微低一点的，但是呢，其实和美国剩下的平价咖啡品牌相比是没有便宜很多的。比如瑞幸最普通的咖啡原价3.45美元 ，Dunkin 呢要3.39美元，而麦当劳只要2.39美元，所以它肯定不是一个打低端的东西。目前在纽约的开业阶段，瑞幸还是提供了不少优惠券，让顾客觉得产品不错，但仍然有性价比。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比起星巴克，你产品也很好，品牌力又很强，我比你便宜，对吧？我虽然也不提供第三空间，但我比你便宜，产品又差不多。但是比起像这个 Dunkin Donuts 这种很普世的咖啡，就价格咱俩差不多，但是呢，我的产品又比你丰富，然后提供的价值又比你高一点，所以做这样一个差异化的细分，通过这种尝试去获得年轻人或者新的这种用户在美国市场渗透的可能。我们采访的3组顾客都提到啊，即使没有优惠券，也会选择再次光顾瑞幸。I mean, you go to Molly Tea or Be Fine Shower or whatever, and you're looking at pretty much the same price. Well, I use the website and not the app, and I see that I can get a $2 coffee if I actually get the app, so maybe. Yeah. I mean, my office is not too far away from here, so I'll probably be back. 所以目前来看啊，瑞幸还是选择了沿用已经证明成功的策略，社交媒体宣传，通过高性价比吸引消费者，全数字化流程，主打一个渗透互联网的思路。从社交媒体上顾客的反馈来看呢，这确实引发了一定的关注，但长期来看还不好说。尤其是在每天都有新品牌出现、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瑞幸还能为自己打造一批忠实的消费者吗？我们知道，2020年瑞幸曾经因为财务造假事件从纳斯达克退市，但
至少从过去几年的股价增幅来看，瑞幸已经在逐渐重塑资本市场的信心。现在瑞幸在中国已经有超过2万家门店，在新加坡也有几十家，并且在2023年超过了星巴克，成为中国营收最高的咖啡品牌。瑞幸到底是一家科技公司还是一家咖啡连锁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它能否达到令人满意的开店速度，拿下美国星巴克的老家，复制国内的成功经验了。你觉得瑞幸可以打败星巴克吗？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以上就是这期101 Weekly 的全部内容啦，我是一文，下次我们再见。